你可能见过如此残忍的校园霸凌。 你是否听过如此心碎的哭泣？你心目中最爽的复仇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全力开挂干翻全场，还是潜伏多年步步为营，把坏人拉入到你精心设计的地狱当中？大家好，我是戴镜拿着话筒的拉看片片。2个多月前，由孙国乔主演的女性复仇爽剧《黑暗荣耀》第1季一经上线，就凭借扎实的剧本、满满的细节以及孙伟乔的出色演出，令无数观众欲罢不能。豆瓣上超过24万人给他打出了8.9的高分。《黑暗荣耀》第2季即将上线，咱们今天就带大家重温一下第1季的内容。剧集一开场，在刚搬进的新家里，宋慧乔饰演的女主文东恩把一些人的照片钉在了墙上，黑色背心遮掩不住她身上密密麻麻的伤疤，那一条条一道道，仿佛都在诉说着她所经历的可怕过往。这时，照片中的议员气象主播朴妍珍走了进来，看着满墙自己和朋友们的照片，朴妍珍一脸疑惑中带着点趾高气昂，她质问东恩是谁，仿佛对东恩一点印象也没有，但东恩对她倒是刻骨铭心，扬言要尽全力杀了她。这一幕是东恩的幻想，他和朴妍珍到底什么仇什么怨，身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想知道这一切，我们需要把视线拉回到2004年，东恩18岁的时候。当时的东恩在念高中，他出生于贫困家庭，母亲在理发店工作，整天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男人鬼混，对东恩并不怎么关心。虽然原生家庭非常糟糕，但东恩对于未来仍然充满希望，他努力学习，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这天，他是因为遭到校园霸凌，惴惴不安地来到警局报警。对他施暴的不是别人，正是以朴妍珍为中心的一个霸凌5人组。东恩本以为至少警察叔叔能够教育他们，让他们以后收敛收敛，但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天真。朴妍珍的母亲与警局署长是初中同学，还同一个跳大神的巫师联系密切，有着强硬后台的5人组安然无恙。东恩自己却因为报警遭到了前来领人的班主任的臭骂。纵容只会带来变本加厉的霸凌。这天，通过和体育老师发生关系，5人组中的其中1人拿到了体育馆的钥匙，他们把东恩带到体育馆，开始了极其残忍的虐待。这还不算完，当遍体鳞伤的东恩回到自己的月租房时，5人组早已等候在此，他们毁掉了他的存钱罐，还逼着他跳舞助兴，甚至用电熨斗烫他的双腿。身心破碎的东恩来到校医院，找大理的女校医处理伤口，没能想女校医竟然莫名离职了。在这之前，女校医见过东恩的伤口，曾想带他一起找班主任反映，结果刚好被朴妍珍得知，看样子他的离职就是朴妍珍动用关系搞的鬼。大雪天的夜里，绝望的东恩一个人爬上楼顶，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用冰凉的雪花缓解着浑身的伤痛。为了逃离非人的折磨，东恩似乎只剩下一个办法：退学。至于成为建筑师的梦想，也只能放弃了。在退学申请中，他阐述了自己遭受霸凌的事，并把5人组的名字写在了上面。哪知道班主任得知以后，因为担心事情传到校长那里，影响自己的绩效评估，现在打电话把东恩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又要求他重写退学理由。哪怕东恩亮出了自己胳膊上的伤痕，他也依然无动于衷。别跟我扯什么校园暴力，他们是打断你胳膊了，还是打残你腿了？你这不四肢健全，能走能跑吗？朋友之间打一下怎么了？他们怎么不打别人？此话一出，东恩忍无可忍，当场以班主任考上师范大学的儿子反唇相讥。要是你儿子被同学打一下，你也觉得没关系吗？一见对方拿自己的宝贝儿子开涮，恼羞成怒的班主任卷起了袖子，摘掉了手表，追着东恩疯狂扇巴掌。与此同时，亲生母亲也背刺了东恩。为了抚恤金，他与朴妍珍的母亲私下签下了调解书，还按照人家的意思，把东恩的退学原因改成了无法适应，然后一大早就把东恩租的那个月租房给退了，弃亲生女儿于不顾。放眼望去，全世界连个能帮助自己的人都没有。无助的东恩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只能自己打工养活自己。身上的伤疤开始发痒，生理期的到来让他痛不欲生，心灵的创伤更令他感到绝望。药店要9点才开门，而走到汉江只需要20分钟。东恩来到江边，脱掉鞋子，想要让冰冷的江水了却着残破的人生。江岸上，他捶打着自己的身体，哭泣声令人心碎。好在最后，东恩没有选择自杀，他决定活下去，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他明白了，该死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那些作恶的人。从此，仇恨与复仇成为了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一天，5人组正在霸凌一个名叫景兰的女孩，东恩不卑不亢地来到他们面前，完全没有了此前的懦弱与恐慌。他此行的目的是向5人组确认一件事：他们在网上写下的梦想是不是真的？在这里，我们也把除了朴妍珍之外，剩下的4位人渣详细的介绍一下，大家暂时记不住也没关系，随着剧情深入，肯定会对他们每个人都印象深刻。首先是全在俊，标准富二代，家里开了个高尔夫球场，他的梦想是继承家业。然后是李莎拉，她的父亲是受人敬仰的牧师，梦想的是成为一名画家。加上后台很硬的朴妍珍，这3个在这5人组里的上层。
相比之下，剩下2人崔慧婷和孙明悟家庭背景则差很多，他俩算是小跟班和打手。崔慧婷的家里是开洗衣店的，她的梦想是当空姐，因为那样就有机会邂逅有钱人，实现阶层跃迁。孙明悟的父亲看样子是个工人，他想要成为百万富翁。最后再来说首恶朴妍珍，她的梦想竟然是成为贤妻良母。原因很简单，像他这种家庭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梦想，普通人所谓的梦想，人家唾手可得。所以对他而言，随便找个体面的工作，与一个条件好的男人结婚，再生上1、2个孩子，组建一个幸福的精英家庭，那就是拥有稳稳的上流生活，可以一辈子岁月静好。说着，朴妍珍反问东恩的梦想是什么？东恩回答：我的梦想就是你。笑声令人不寒而栗，搞到五人组一时间不知所措。接下来的几年里，东恩一边在打工赚钱，一边自学文化知识。2008年，他考入了义川师范大学，成为大学生以后，依然半工半读，还学会了下围棋。整个大学期间，东恩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谈恋爱，他只是和一个学长走得比较近。这个学长是一个重要伏笔，咱们先不提。且说东恩还被一个名叫周汝正的医院实习生喜欢着，对方就是教他围棋的人，咱们简称他叫阿正好了。2人初次相识在医院，当时东恩刚刚做完家教，在家教中，他遭到了学生的性骚扰。离开这家的大门后，因为太过疲劳，外加上营养不良、贫血，东恩晕倒在地，被送到医院。和人打架住进医院的阿正，刚好也被安置在了同一个病房。阿正就这样注意到了东恩这个手臂上有伤疤的女孩。为了结识东恩，阿正以送处方为由，跑到东恩的学校。见东恩似乎对围棋很感兴趣，于是便开始了对东恩1对1的辅导。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临近教师编制考试的一天，东恩突然发表了一顿告别宣言，意思是以后再也不和阿正相见。一时之间，阿正非常落寞。但既然东恩做了决定，温柔贴心的他也只好接受。东恩不可能看不出阿正对自己的情谊，他之所以如此决绝，表面上看是因为2人的阶层差距。阿正希望东恩能给自己一个方向，他会朝着东恩所在的终点慢慢靠近，但东恩却直接道破了阿正的身份，他是首尔州医院院长的儿子，一出生就已经到达了终点。其实抛开阶层差距，东恩拒绝阿正的根本原因还是那2个字：复仇。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复仇更重要，就连他学围棋也都是在为复仇做准备。围棋和复仇有什么关系？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先把视线转移到五人组这边，看看他们的近况。五人组过得都还不错，似乎都在向着自己的梦想靠近。李莎拉弄了个画室，但整天毒品喝个不停，没事还喜欢搞银趴。为他画画的人，个个一边输液一边画，这样的创作方式，很难不让人怀疑吊瓶里面到底是什么成分。裴慧婷如愿成为了空姐，努力勾搭着有钱的乘客。朴妍珍虽然连播报都得找人代写，但依然成为了气象主播，还在相亲中认识了建筑公司的社长何道英，正在筹备婚礼。全在俊则继承了家里的高尔夫球场，还开了家精品店。仔细看这个店员，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她就是在东恩之后又一个被五人组霸凌的女孩。女孩叫锦兰，除了店员身份，她还是朴妍珍的助理，看样子是被五人组收编了。有件事你绝对想不到，就在全在俊的这个精品店里，忙着筹备着婚礼的朴妍珍，居然还抽空出来和老同学深入交流了一下感情。朴妍珍和全在俊之间是爱情吗？这边是的扣1，这边不是的就扣0好了。放这的原片可不是为了给大家分享福利，这里也是个伏笔。唯一一个比较拉胯的是孙明悟，他依然是狗腿子，在全在俊的施舍下做事，开个车遛个狗啥的，同时还等毒品。李莎拉克的药就是从他那里拿的，平日里他必须努力讨好全在俊，稍有不慎就可能挨一顿胖揍。因为私吞了李莎拉的毒品，遛狗回来的他被全在俊狠狠地爱了一次。这都能忍，给有钱人当狗是真不容易。这里还有一个情节大家需要注意，孙明悟回来的时候，全在俊正在戴一个红色的隐形眼镜，这种眼镜通常是无法正确区分特征颜色的色弱症患者才需要，这说明全在俊患有色弱。一般来讲，色弱具有遗传性，大部分的色弱都是天生的。花开两朵，咱们回到东恩这边，一直以来他都密切关注着五人组的动向，从线上到线下，对于五人组的情况非常清楚。关于朴妍珍的婚礼，东恩去了现场，远远看着，并没有出手做什么，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之后经过2次尝试，东恩在2015年终于考上了教师编制，成了公立学校的老师。同一年秋天，朴妍珍与何道英的女儿何以帅也出生了。转眼来到2021年夏，经过17年的卧薪尝胆，东恩距离正式展开复仇只剩下最后一步。此时的他正在研究一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人，是名小学的理事长。该在的遗嘱上莫名其妙的把很大一部分财产留给了自己无亲无故的秘书。为了弄清其中缘由，东恩偷偷跑到理事长家蹲点，一蹲就蹲到了2022年，也就是当下的时间线。文东恩今年36岁。这天晚上，东恩像往常一样逼过理事长家外面的监控，到垃圾桶里翻找可能有用的信息。就在这时，一个大婶突然出现，叫住了他。对方是理事长家的佣人。
多恩本以为这下完了，没想到大婶居然既不报警也不要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东恩帮他杀了自己的老公。这样的痛苦与多恩所遭受的霸凌何其相似。东恩同情大婶，考虑到复仇也需要个帮手，于是便雇佣大婶让他帮忙调查跟踪市民小学理事长和5人组，而东恩则会在周末时在火车上花2个小时辅导大婶女儿的功课。为了锻炼一副铁石心肠，多恩刻意和其他人保持距离，他雇大婶恢复薪水，辅导大婶的女儿也按小时收费。至于为啥要在火车上偷偷辅导，因为韩国和中国一样，在职的教师也不能当家教赚外快。在东恩的安排下，大婶学会了开车、拍照，在跟踪中获得了不少有用信息。比如，他拍到了一张朴妍珍带女儿易帅看眼科的照片。经实地考察，多恩发现那里专卖色盲、色弱矫正眼镜，于是想起上学时全在俊与人打架，曾亲口说出自己是色弱，进而推测朴妍珍并没有成为贤妻良母，易帅应该是他与全在俊的孩子，所以遗传了全在俊的眼睛问题。其实对于这件事，全在俊自己并不知情，但朴妍珍自己很清楚，因为老公曾经送给她一双绿色的高跟鞋。某次易帅拿出妈妈的鞋穿着玩，却说不清自己的鞋到底是绿色还是红色。大婶还拍到了一段理事长与秘书的录像，推测出理事长和秘书是1和0的关系，又是男秘书，感觉这理事长应该和赵立东还有共同话题。看着东恩一本正经的分析，大婶忍不住扑哧一笑，东恩也泛起了笑容。整部剧到现在，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恩的笑，只是很快他就收起笑容，害怕如果自己笑得多了，就会忘掉仇恨，消散复仇的念头。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也总算明白了东恩调查理事长的原因。朴妍珍的女儿易帅就在理事长所掌管的市民小学上学，多恩拿男秘书的事要挟理事长，让他同意自己转到市民小学担任易帅的班主任。所以搞了半天，又是上大学，又是考教师编制，还雇大婶跟踪。难道多恩的复仇就是母债女偿，伤害易帅吗？当然不是，多恩要做的复仇是非常高级的那种，他自己的手上不会沾一滴血，但对方则会万劫不复。举个例子，除了5人组对多恩造成伤害的还有谁？班主任。那多恩是怎么对他进行报复的呢？前面提到，除了教多恩下围棋的阿正，多恩还和一个学长走得比较近，还记得吗？班主任的儿子考上的也是师范大学，没错，那个学长就是班主任的儿子。多恩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对他养猪，令他对自己产生好感。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多恩不仅认识他父亲，还和父亲有着这样的纠葛。就在学长通过了教育机关公务员的初试以后，多恩带着百合花来看望多年未见的班主任。班主任一听来者是东恩，当场愣住。此时自己的儿子走了过来，心想这也太有缘了，原来你还是我爸的学生。然后接过百合花，告诉东恩班主任有哮喘，对花尤其是百合过敏，还表示自己对接下来的面试有点担心。东恩见状开启讽刺模式，故意用言语激怒班主任。尽管不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班主任的儿子大概也猜到父亲肯定是做了坏事。当听东恩说即将把父亲的丑闻发到教育厅官网后，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为了不让父亲拖累自己，学长买了一大堆花，好好表演了一把啥叫父慈子孝。班主任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最骄傲的儿子手里，这就叫做杀人还要诛心。其实，成为易帅的班主任只是东恩复仇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可是此刻，他还有好几步棋同步在下，包括租下朴妍珍与何道英别墅对面的公寓，就是开头他新搬进去的那个，方便监视朴妍珍的一举一动；到何道英常去的棋社下围棋，成为那里唯一一个下围棋的女性。是的，多恩学围棋的用途就在这里。因为棋艺很棒，而且人长得漂亮又很高冷，多恩成功引起了何道英的注意。第一次看过多恩下棋后，何道英回家坐在棋盘前研究了半天。那一刻，家里的娇妻仿佛都变得不香了。看着老公如此认真的钻研，朴妍珍问了何道英一句话：“你自己不抽烟，为什么会娶我这么个抽烟的老婆？当时你不是还和其他2人相亲来着？”何道英回答：“你穿的少，而且还是迪奥。”言外之意，性感漂亮，有模样有身材，喜欢名牌，带出去有面子。事实上，何道英并不知道朴妍珍的真面目，完全不了解她丑陋的过往。5人组中的其他成员都极力保守着他们共同的秘密，或许也正是靠着这些共同的秘密，他们才能够始终交织在一起。在何道英看来，朴妍珍属于很容易掌控和满足的花瓶，所以她这种上流精英的妻子再合适不过。这些年来，唯一一次令何道英有点不爽的，就是在一个饭桌上，一个哥们儿聊起了高中时的朴妍珍，说他学习不如崔慧婷。等等，这里面有崔慧婷什么事儿？她不是当空姐去了吗？这个哥们儿怎么知道这些的？很简单，他也是有钱人。在朴妍珍的婚礼上，崔慧婷与他看对眼，两人还在酒店大堂卫生间为爱鼓掌来着。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比朴妍珍强，崔慧婷便把朴妍珍学习差的事告诉了他。崔慧婷嘴这么碎，朴妍珍非常担心他还说了些什么。于是，在某次姐妹聚会的时候，他找来嗑药画画的李莎拉，一起羞辱了崔慧婷一番。崔慧婷家里不是开干洗店的吗？李莎拉故意把自己的一套限量版香奈儿送去干洗，因为朴妍珍告诉他，崔慧婷经常偷穿客人的名牌衣服。 분수에 맞게 입고 한도에 맞게 들자. 가슴 다 늘어났어. 그냥 너 쳐 입어.
可悲的是，剧中的崔慧婷一扭头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动态表达感谢。这个憋屈劲儿，他被全在俊狂扇耳光的孙明悟可以说如出一辙。他俩都是出身底层，当然在五人组中就是下等人，如今的地位也依然没有变化。既然说到了孙明悟，咱们正好讲一下东恩的另外一个动作。这天，孙明悟来到全在俊开的精品店，发现东恩也在。当时他正在试着一双绿色的高跟鞋，是的，又是绿色，和朴妍真的那双是同款。孙明悟本想炫耀一下，说这个店基本可以算是他的，结果分分钟就被打脸。前面提到的店员景兰通知他，全在俊让他去洗衣店取衣服，顺道买点狗粮带过去。东恩很清楚，孙明悟当狗腿被踩在脚下，当然不爽，于是借此说服孙明悟与自己联手，还说自己最近得到了一些消息，只要他愿意，这里的一切就真的可以归他所有了。后者还补了一句，自己当年五人组中最怕的就是他。听东恩这么一说，孙明悟整个人都飘了起来，毕竟总算是在某个方面可以赢全在俊他们了。之后二人达成合作，孙明悟成了东恩的棋子。他还问过东恩为什么不向他复仇，东恩的解释是，其他人现在都有可以失去的东西，只有孙明悟啥也没有。东恩自然没有把他排除在复仇名单之外，利用他同样也是复仇计划中的一环。在一个高中时废弃的楼顶，东恩告诉孙明悟自己所知道的信息，有个名叫素喜的女孩，曾在东恩之前被五人组霸凌，后来学校传闻她转学后自杀，但真相并非如此。东恩曾见过素喜买烫伤膏，他还在这个楼下熄了灯光学习时，听到重物坠落的声音后，回头看到了素喜的尸体。凶手是谁？东恩选择了暂时对孙明悟按下不表，不过可以肯定，就是朴妍真、李莎拉、全在俊、崔慧婷中的一个。之后，东恩让孙明悟帮自己弄了几根全在俊的头发，等他成为朴妍真女儿易帅的班主任，搞到易帅的头发不是难事，届时再来个 DNA 鉴定，必然有办法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大战即将拉开，对东恩而言，是时候好好亮个相了。这天，赤峰母校在体育馆举办荣誉校友颁奖仪式，五人组中除了孙明悟，其他人都到了。朴妍真获得了荣誉校友的称号，并上台领奖。这时，东恩突然出现，大喊加油，还带头鼓掌。其实，在颁奖开始前，四人在体育馆闲聊的时候，东恩就找上门了。除了孙明悟以外，四人自打高中后都没再见过东恩，所以他们一时间都没想起来此人是谁。李莎拉甚至还把他认成了素喜。转眼颁奖仪式结束，面对朴妍真，东恩开启了阴阳怪气模式。你在电视上看着挺善良啊，现在你的梦想实现了吧？气得朴妍真忍不住给了他一巴掌。东恩却非常淡定，我在你节目的官网留言，你不介意吧？全在俊，你应该没见过五彩缤纷的世界吧？然后一个转身，潇洒离去。相比朴妍真的激动，被东恩调侃色弱的全在俊，在体育馆倒是很沉得住气。可回到家后，他很快对一个女床友发起了火，只因为对方把头发染成了他看不出来的红色。同样的，朴妍真那边也没闲着，他非常担心东恩真的跑到节目官网爆出点啥，与其他几个人开始在群里讨论。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女儿易帅的电话，得知易帅今天要换新班主任。当听到文东恩这个名字时，朴妍真瞬间慌了，赶紧开车来到学校。他假装出强硬不害怕的样子，对着东恩一顿嘴炮输出。可就在他要离开教室之际，崔慧婷发来消息说高中时的班主任死了。看着如今的东恩，朴妍真明白此事很可能和他有关。东恩压迫感满满的表示，想让易帅转学是做梦，想让我调迁没可能，从今以后有你受的，就像我以前一样。为什么东恩会这么有底气？首先，他手里有理事长的把柄，任命朴妍真怎么都有关系，理事长都不可能把东恩调走。第二，如果朴妍真想让易帅转学，那就势必要给老公何道英一个足够的理由。朴妍真不可能让何道英知道有东恩这个人，以何道英的精明，绝对会就此得知他阴暗的过往，所以转学也不可能。离开学校以后，朴妍真越想越抓狂，忍不住下车抽了根烟，烟套坏了她的裙子，她魔怔了一般的吼叫起来。继续说回东恩，他付出的脚步没有停歇。首先，东恩偷偷用全在俊的头发和易帅做了 DNA 鉴定，结果显示基因一致。第二，孙明悟帮他搜集了李莎拉的购读账本，以及崔慧婷最近拼命想要拿下的男人的背景。第三，当年那个想要帮助东恩的女校医也和他取得了联系，还发给他被害死的素喜的一些照片。素喜当年死后，她的尸体并没有火化，因为其父母不接受自杀的说法，所以就被放在了首尔中医院的太平间，这一放就是10几年。东恩还让孙明悟去医院看了下，但是作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院方人员并没有同意他看尸体。第四，被老公家暴的大婶继续为东恩跟踪拍照，朴妍真的老公何道英也一直在东恩的掌控之中。前面咱们提到，看过一次东恩下棋后，何道英回家就开始摆弄棋盘，从那日起，东恩的影子就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中，闯入到了他的心窝里。每次来到棋社，他都期待着东恩的出现。其实东恩是根据大婶获得的信息，得知何道英每周5去棋社，所以就来个欲擒故纵，轻松把何道英给拿捏了。就这样，何道英终于如愿和东恩下上了围棋。一盘下完，他意犹未尽，提出每盘5万韩元，再下一盘。东恩选择了同意，因为在他心中，下围棋是在沉默中表露欲望，在沉默中诱惑和被诱惑。如果不回应，这下围棋也就没意思了。
仔细想来，在沉默中施展策略，在不动声色中一步步展开行动，所对应的也正是东恩在复仇路上的心理状态。天风所限，《黑暗荣耀》第1季的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里。不得不说，这部《黑暗荣耀》真的是一部细节满满、引人入胜的高质量剧集。首先，剧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立体丰满，他们的个性和行为背后都有着充满说服力的背景和经历，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情节来塑造的，给了我们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代入感。这一点，看了我前面的解说，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从被霸凌的东恩和被家暴的大婶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切身的摧毁与疼痛；从五人组身上，我们能看到不同阶层之间的悬殊与倾轧；从班主任和他儿子身上，我们可以思考恶的循环与延续。那块手表就像是一个见证者。而从何道英身上，我们又能看到上流精英的审慎精明，以及他在欲望面前的蠢蠢欲动。或许有人会说，喜欢着东恩的那个阿正就很扁平，标准韩国偶像剧里的暖男配置。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解说里，为了叙事的节奏，有个别的人物我是没有提到的。对于阿正，也特意没有他的笔墨来讲解。事实上，阿正这个角色同样有着复杂性。我提前剧透一下，他家是开医院的，父亲生前是首尔州医院的院长，也就是放着苏喜尸体的那家医院。后来他父亲被自己曾经救过的病人杀害，看来父亲的去世已经让阿正的心理状态出现了状况。因为这个凶手被捕入狱后，依然不断寄信给阿正，描述父亲被杀的情景来刺激他，使阿正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障碍。2012年与东恩分开后，阿正始终牵挂着东恩，会看东恩和他提起过的气象预报，也就是朴元珍的那个节目，会到公园呆呆的望着棋盘。时间来到2022年，阿正在首尔州医院做医生，在看到李世石与阿尔法大战之时，他依然会想起东恩。后来有一次在火车上，阿正遇到了正在给大婶女儿辅导的东恩，留下了自己的名片，只是东恩一直没有联系他。尽管前4集中阿正的内容相对较少，但在后4集中还有非常重要的戏份。除了角色塑造之外，剧集的戏剧构建也非常高明，从头到尾没有一场废戏，前后呼应的伏笔线索比比皆是。我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前4集中几个比较重要的伏笔。最明显的就是绿色高跟鞋，在前4集中，何道英送给了朴元珍一双，东恩在精品店里试了一双。这个绿色高跟鞋在后续剧情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罪名物脖子上有个纹身，是一个用拉丁文写的句子，意思是勿忘你终有一死。高中霸凌东恩时，狗皮膏药遮挡了一部分，露出的部分在西班牙语则是我死了的意思。네가 가진 게 왜 없어? 하나 있잖아. 목숨. 朴元珍的天气预报里提到过雾很大，还强调了雾大会带来的危险，这2个细节似乎暗示了人物的命运。还有就是景兰，那个在东恩之后被五人组霸凌，后来给朴元珍当助手，给全在俊当店员的女孩，她似乎是被五人组收编了，但她最后会不会也倒戈到东恩一方？另外，朴元珍的母亲与巫师和警察署长之间还有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东恩新家的房东老奶奶也很神秘，低价把房子租给东恩不说，还经常讲一些特别耐人寻味的话，似乎对一切心如明镜。所以他的身上是不是也有着惊人的遭遇？会不会成为东恩复仇路上的同行者？除此之外，东恩成为一帅班主任后的新同事中，有一个面目可憎的油腻男。他认为理事长能够让东恩空降过来，这当中肯定有故事，于是和其他同事造起了东恩与理事长的黄谣。此人以后还会继续挑衅东恩，会不会也成为东恩猎杀名单上的一员呢？以上种种都为后续的剧情做好了铺垫，狠狠地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总的来说，这部《黑暗荣耀》是一部充满力量感的剧集，细节经得起推敲，情绪充满张力，不仅呈现了校园霸凌、家暴、医患等问题，给受害者带来的毁灭，对阶层的鸿沟、人性的扭曲也刻画得特别深入。在复仇的爽快之外，它做到了让我们真的走进角色的内心，去体认真实的痛苦，同时又向我们闪烁着理想主义的热血。前4集中，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台词是这样2处。一处是当大婶对东恩说出我们一起加把劲儿时，东恩内心想起一段独白。 우리는 왜 매일 힘을 내야 하는 걸까? 힘내는 거 힘들어. 힘내는 거 너무 지겹다. 我想问问各位饱受生活苦难的底层人、受害者，有谁没受过那些不痛不痒的加油？另外一处是东恩成为班主任后对学生们说的话。在我们教室里，有3种东西是没有任何威力的，那就是父母的职业、父母的财力和父母的人脉。延伸到社会层面，这不就是我们的理想吗？这不就是我们对公平的渴望吗？接下来，东恩将如何复仇？五人组会分别经历什么？东恩和何道英、阿正、大婶等人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咱们2天之内更新《黑暗荣耀》第1季的后半部分。解说这部剧其实是我在年前就决定了的，这一期算是备稿吧，并不会影响《狂飙》和《三体》的更新。其他的坑我也在慢慢填，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视频再见，拜了个拜。 다 지켜버린 가슴 안고